在耶路撒冷，我们都知道有一座这样的墙叫哭墙，它的原名其实是叫西墙。令我惊讶的是，百度百科告诉我，在华盛顿也有一座哭墙。我知道人们在看到我的作品时会哭，每个人在看到这些作品时油然而生的切身感受，才是他最后的评断标准。实际上，这座越南纪念碑是由林徽因的侄女林英设计完成的。与其称它为哭墙，它其实应该被叫做治愈之墙 （Wall of Healing）。其实，在上海，我们也有这样一座哭墙，它可能并没有像耶路撒冷的哭墙那样历史悠久，也不可能去拿到任何的建筑设计大奖。在近100年里，它就这样静静地用它满目疮痍的面容注视着苏州河的百年风云。在我们眼前的这座墙面，它正好是整栋建筑的西面，所以我个人称它为西墙。我们也不会看到在这座墙前会有人扶着墙进行祷告或者哭诉，但当你了解到这座建筑乃至这座墙面的背后曾经发生的那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后，称它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西墙一点都不为过。在正式开始之前，请让我们先记住2组数字：88D 和414。3年疫情过后的第一个夏天，在苏州河边漫步是很多上海人的第一选择。无论是路边的情侣、老人，还是走在街上的青春少女，都能让人感到上海好像回来了。上海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在近代史上，曾有多件世界级别的历史事件发生于此。上海有很多别称，比如说东方巴黎，比如说魔都。但很少人会知道，二战时期上海也曾被称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现在呢，我在排队的位置是整栋建筑的入口，看上去很普通，是不是？而这里恰恰是当年日军费尽心机爬进去要炸毁的入口。在8月13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带你进来看一看，在当年激战的4行仓库里向死而生的那些勇士们的故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的8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上海的主舞台由之前的百乐门和大世界转向了这里。很多人说这是一场表演，但当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表演，而且是一场不得不的表演。就如同这张战斗序列表中，有很多名字是我们认识的，但大部分的名字和他们的肉身一样灰飞烟灭。长廊的两边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照片，还有文字，仿佛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到了中学的历史课本。那一件件真实的事件就跃然在你的眼前，有一些近，但似乎又有一些远。每当看到这样的嘉奖令，我想大部分人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并不知道，在每一张嘉奖令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即使这些活生生的战斗的场面以照片的形式放在你的眼前，又有多少人感同身受，能够体会到当时战斗的残酷和惨烈？有一些进来参观的观众，当他们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惊叹说，看这些孩子多么年轻，他们仍旧稚气未脱，但已经成为了一名军人。
也有一些老人家会说自己的祖上的哪一位长辈也曾经参军，也曾经加入某次战役。而我想当时大部分如我一样沉默的观众，还是在心里面暗暗的在比较这些军人他们严阵以待的阵地和现在这些地方的一些对比的景象。走到这里，我想大部分的人和我一样，我们都是第三只眼睛在看这些照片。很多人是因为管虎的那部电影《800》而知道上海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四行仓库，而大部分的老上海人则是因为谢晋元这个名字。谢晋元将军正是当年带领着800壮士在四行仓库浴血奋战几天几夜，守卫着上海的英雄将领。大家都知道四行仓库的战役是一场不得演的戏，虽然大家也知道寡不敌众是最后的宿命。最后谢晋元将军带着他余下的部队一路撤到了胶州公园附近。胶州公园所属的地块当时是属于意大利防区，谢晋元将军和他的余部撤离到胶州公园以后，便在这里成立了孤军营。谢将军后来遭遇了暗杀，他的墓碑也曾建立于此。据老人回忆，现在胶州路上的静园里正是当年谢将军的长眠之地，在不远处有一所百年公学，后来也改为了静园高级中学，以来纪念他。这是当时的四行仓库及其周边的环境。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苏州河以南，对面就是四行仓库。苏州河以南当时是英租界，仓库林立，正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才不得已唱了一出苦肉计。其实这个建筑模型做得非常的细节，就是这2个煤气包。正因为这2个煤气包的存在，所以当时日军并没有用重型武器。如果煤气包被炸了，那英军及所有的租界肯定会出兵攻打日军。所以当时四行仓库一战不仅仅是一个不得已的苦肉计，也是一个必须打的硬仗。事实证明，四行仓库一战拖延了日军的行程，改变了日军最后的作战方案，为我们最后赢取胜利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据说当年去电影院看800，院方都会提供1包纸巾，因为实在是太感人了。但是历史不是电影，历史比电影还要残酷。当你走进这个场面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事外，也很少有人只会把自己当作只是一个看客而已了。不得不说，那个时候连武将都是那么文采飞扬。前面说到，战争本身比电影拍的还要残酷，这应该就是这场战役最残酷的场面了。窗外火光冲天，窗内尽生肉搏。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观众，你都能感到那种深沉的压抑。
今天当我在回望这些视频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这样冒出来，所以当时这些英雄们，他们是怀着对生的渴望，还是对死的无惧？所以不管这个场面是否还原了当时整个的人数，我想我还是想把他们一个个的拍下来。这是一个个非常鲜活的生命，他们中的每个个体都应该被我们所有人永远纪念和缅怀。不管是电影虚构还是现实中真的发生，这一幕足以让人动容。有人说他叫石先达，又有人回忆说他叫陈树生。名字重要吗？名字非常重要。无论他是叫石先达还是陈树生，正是因为有这样无数的无名英雄，他们最后化为了尘土。走到这里，顺便说一下四行仓库的这座建筑。四行仓库其实是当时的上海的4家银行共同建设的一个仓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楼高有6层，为法式建筑。整个建筑用4个字形容，那就是固若金汤。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座建筑竟然是他设计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快要100年了，至今他的名字在上海人的心中仍然是建筑界的第1名，丝毫不亚于当年。他就是匈牙利籍的建筑设计师乌达克。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那些美丽的建筑群里，至今流传着他的神话。而由他亲自设计的这座坚固无比的仓库，在我看来是他留给上海最美丽的建筑礼物。站在这里，我很想知道当时团长他在说些什么。或许应该是那些誓死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鼓励性的话语吧。但当我环顾四周，发现有一些士兵可能已经受了重伤。我想，或许有没有这种可能，团长在劝大家，该是时候撤退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已经战斗到最后，挽住了上海，挽住了中国的颜面了。根据地方通志记载，英租界已经通知4行仓库的官兵们尽快撤离，日军主力部队已经压境，但这些英雄们誓死不愿撤退。如果你是谢晋元将军，你又会说什么呢？在看到这些官兵们自己在写遗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前面的假设是如此的卑微，舍身取义，尔所愿也。这就是一位21岁的小士兵留给他母亲最后的遗言。如果这位小士兵能够活下来，最后退到孤军营的话，后来的事你们可能也知道。或许孤军营的日子是他们这一生最开心、最惬意的生活。希望如此吧。走出仓库，深呼吸，那一刻仿佛又重新回到了现实和人间。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一句话：
你今天的幸福和安逸，无非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8个炮孔，430个弹孔。当文字和诗歌保持着缄默，而建筑开始它的诉说。所以回到这个视频的最初，当我看到这面墙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它是我们的西墙。我想在观看的您是不是也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呢？如果今后您有机会来上海，希望在去看了东方明珠和外滩之后，也能来这一边看一看。如今漫步在苏州河，你看到的都是惬意、闲庭漫步的人群。苏州河的南岸早已没有了工厂的身影，对面都是豪宅。当年因商建立的2个煤气包也早已不复存在。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四行仓库那场战役的纪录片，你就会发现我现在走过的这一段路，真是当年日军进攻四行仓库的一个突破路径。自从《800》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四行仓库的参观人群基本上都是翻倍。前面的那座桥就是新垃圾桥，现在改为了西藏路桥。其实西藏路桥本身就是点燃了上海的第一批煤气灯的地方。当年谢晋元将军接到撤退指令以后，英军就是利用这座桥做掩护，接应了这边余下的部队到了租界。你是否还记得我最先说过的2组数字88D 和414吗？88D 就是当时800壮士所在的番号，而所谓的800壮士只不过当时是一个诱惑敌人的障眼法。据说实际人数是414，也有说是420。这面墙上贴满了当时四行仓库战役的所有国军战士们的名字。据说目前能够真正被核实的也只不过是300多位。余下的100多位战士的名字还在被一一核实中。据博物馆馆长介绍，这个速度大概控制在每5年只能核实1位，因为基本上这400多人都早已不在人世。名字重要吗？名字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作为后人唯一能够祭奠缅怀他们的方式了。四行仓库固然打得惨烈，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整个军队、整个人员还是以最小的伤亡数得以保存。作为博物馆的最后一站，抬头看这个展厅的屋顶，它是以天空为造型。天空的一端连着名牌墙，而另一端则出现了一个拱券形的门，门前还有一个象征着和平、有和平鸽的雕塑。我想这应该是寓意着2层意思。第一层应该是勿忘历史，珍惜和平。第2层意思，我想是希望这些英灵都能够最后去向天堂。
希望他们的来生再也不会经受战乱。最后，如果有日本观众，这也是我很想对他们说的一句话。三千億をことにすれども、風月天を同じ有す。